Hello，Hello，online 嘅朋友聽到聲嘛？我哋即將開始啦，今日聽到聲嘅話，可以喺個 chat room 嗰度同我哋去留個言啦。OK，咁樣嘅話呢，我哋就正式開始今日嘅 sharing 啦。咁呢，今日呢嘅 sharing 就非常之開心，我哋邀請到 Minimax 嘅Global 嘅 VP 去參加我哋今次嘅分享會。咁呢，就講起 Minimax 呢，都非常之係喺行內都好出名嘅啦，一個我哋內地嘅一間公司。咁而且佢哋亦都係由我哋呢個語音模型去到我哋而家video 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更加進階嘅模型，其實都已經係做緊嘅。咁咧，我哋今日就正式開始去講多少少喺呢個 Minimax 嘅角度，點樣睇我哋而家最新喺 AIGC 呢個領域入面嘅一個大嘅方向咁樣。咁因為有唔同朋友參加我哋今次呢個活動啦，咁所以咧都簡單介紹一下我哋自己嘅 background 先。咁我哋咧，就雖然大家都相信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就係多 AI，咁多 AI 咧就係喺我哋一路都喺呢個 Instagram 啊，或者係喺其他嘅企業培訓當中咧，其實都頗活躍嘅。咁亦都我哋都做緊唔同嘅一啲 AI 圖像生成嘅工具咁樣。咁亦都我哋其實都會做緊一啲電子書啊，一啲其他嘅教育材料嘅 sharing。咁我哋亦都同好多唔同嘅企業合作啦。咁今日好開心同邀請到Minimax 嘅 Lina 係參加我哋嘅活動係啦。咁而今日咧，就大家如果參加呢個活動嘅朋友咧，就記得唔好咁快就 click 開。咁我哋因為咧會拉市嘅時候咧，都會有個小嘅彩蛋，有個活動去公佈正式公佈嘅，亦都邀請大家去參加。咁所以大家就記得可以拉市嘅時候咧，我翻嚟呢度會同大家去再做個 sharing 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正式開始啦。因為咧Lina 都係就內地 background 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正式轉翻個台，我哋去做翻呢個普通話嘅 sharing 嘅。咁我哋就正式開始今日嘅分享啦。好，咁首先就都非常之歡迎 Lina 啦，就非常歡迎Lina 今天參加我們的這個分享會。就因為就是Minimax 就其實就我們大概認識的話，都是在我們參加的朋友認識的話，都應該是因為我們之前有過一個就是哆啦 A 夢的一個語音的模型。但是其實我知道，就是我們那個 Minimax 其實一開始也不光是做語音模型，一開始應該是從一個叫 Grow 的應用就是開始做起來的，一開始做語音陪伴的。就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Minimax 是怎麼從一開始就做這個語音聊天的一個小工具，到我們現在 Minimax 就去到已經是就是中國比較知名的一個模型。這個一路走來，就是你作為一個就很早期參加的一個創始成員，你是怎麼去經過這一段一路走來的過程的？ Hello，Hello，大家好，能听到对吧？Hello，嗨，呃，很感谢到 AI 邀请，然后今天很开心和大家来介绍分享 Minimax。我是 Lina，然后刚才其实比较意外的是，我发现我的粤语基本都听懂了，但是确实我因为粤语的 speaking 比较差，我基本上是多邻国的第一节课的水平，所以我只能在这边跟大家来去说普通话。但是大部分的粤语我基本上是可以听懂的，然后希望大家见谅。然后呢，我是 Lina，然后其实现在负责 Minimax 海外的市场和品牌，就 Global Marketing and User Growth。然后我自己呢，其实也是 Minimax 比较早期的员工，所以其实我们呢是成立于2021年12月份，然后我自己呢，其实也是一路见证了公司和行业这4年的发展。呃，
像刚才其实看有提到我们的第一款产品 Glow，那它其实最早其实它是2022年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它的当时第一版模型、第一版状态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这样一个就是大家能想象到的最早的 Chatbot 的形式，就是有点像最早最早的 ChatGPT 刚上市那个状态。然后我们上市大概3个月之后，ChatGPT 当时也是就是globally launch 全球问世。然后，所以其实呢，我们是如果是 globally speaking 的话，我们算是全世界第一个把 AIGC 做产品化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其实我们是早于 ChatGPT 的，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决定自主 self develop 我们的文本、图像。还有视频、语音、音乐大模型，我这边给大家来去，稍等，我给大家来哎，好，我正好这样的话，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对，我们其实是从第一天开始就自主研发了我们的视频、图像、文本，还有语音，还有音乐的模型。那同时也建立了我们所有的原生的 B 端的业务跟 C 端的产品。那其实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星野 Talkie，然后 Minimax Audio，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海螺视频，以及还有我们的类似 ChatGPT 的产品 Minimax Chat。包括我们自己的音乐产品也都已经在那个市面上了，所以其实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话呢，我们的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但其实从现在回头来看的话，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都其实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因为对于一个 AI 的创业公司来说，你要把 all in 技术的同时，也要有自己的一个产品和业务，其实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呢，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从产品出发去做模型，而是从模型的角度出发去做产品。其实很多公司会选择先去做 application，但是呢，我们确实是从第一天开始就决定要把最底层、最核心的能力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其实我们呢，其实一直公司会认为就是 AGI is all about intelligence，就是所以其实公司从成立第一天开始，我们一直不变的 slogan 其实是 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就是其他就是与用户共创智能，我们希望可以做出真正服务于每一位用户的产品和技术，真正让这一代的 AI 技术呢应用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里面，就真的是 AI to C，AI GC。就这个，因为其实 Minimax，我们作为用家来说，当然是觉得 Minimax 的各种模型都特别好用。但是对于很多我们今天参加的朋友来说，可能 Minimax 可能会跟其他的，比方说 OneRay，比方说可伶大模型，可能是跟Google 的 Veo Free，可能会比较难区分它们有什么区别。如果是你作为 Minimax 的代表的话，你会觉得对于没有接触过 Minimax 的观众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就是就是 Minimax 可以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你觉得 Minimax 就是特别做得好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像我刚才其实这张图片其实也有显示，我们其实是所有的模型的模态，我们都有在参与制作，就包括其实 video、image、text。Audio、Music，我们是全模态，我们是可能是我们可能除了 OpenAI 以外，我们是整个全球吧，我们可能是唯一唯二或者唯三的全部所有模态都在做的技术产品公司。从视频领域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视频的模型技术呢，确实应该算是就是至少应该是第一梯队水平。我们从上线以来，其实海螺视频一直以来也都是基本上处于第一梯队，然后我们的用户量也都是基本上是全球第一名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最早上个月的时候，2个月前，然后美国最头部的一家投资公司 A16Z、A16Z，他们有评选就是Global 的 Top 50。Top 50的 Gen AI 的产品，然后海螺视频呢，当时是排名第12名，然后我上榜的有3家视频公司，然后呢，我们是3家视频里面的第一名，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是12名，然后 OpenAI 的 Sora 可能是第20。
23名，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榜单出来之后，很多硅谷的同事都会，朋友们就会开玩笑说，我们那个Minimax 是第一次，就是那个第一个超越 OpenAI 的公司，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早于 DeepSeek 出来的。然后如果要是让我用一句话来去给大家介绍 Minimax 的话呢，我会说，就是我们的 slogan：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与用户共创智能。因为我们坚信啊，用户技术它其实不是少数人的专属产品，就是 not exclusive to a few，而是应该服务于所有的人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认为其实 intelligence with everyone 就是共创智能，它其实呢也强调了 AI 呢不应该也或者也它也不是去替代人类，而是与我们并肩工作，共同创作。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一代 AI 呢，它不是单独让 AI 去完成一个单线的任务，而是更多的应该是与人去交互配合，增强我们的能力和产出。所以这边其实也表达了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态上的一个开放程度。我们其实不只是提供工具和技术，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跟开发者和创作者和合作伙伴一起构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智能。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到 AI 一直都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就到 AI，它其实我们那个你包括上次那个粤语的一个视频，大家应该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接触。我们确实是在视频领域、语音领域还有文本领域都在做全方面的就是技术的攻坚。对，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一直在试的时候，我们也面对一个很直接的痛点，就是我们很多音频都是因为是广东话嘛，所以我们也需要用一个广东话的模型来去做。因为一开始呢，我们也碰过很多板，就是用很多模型都是英文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是中文的话，就听起来就总是觉得有点奇怪，粤语就更加奇怪了。所以就其实我们也当时也选了很久，然后就是刚好就碰到 Minimax 有一个新的模型出来。但是你们在语音模型成功之后，为什么你们会之后选择会把其他几个不同的，比方说是音乐，比方说是影像，比方说是就是文字，这几个都打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像我刚才其实跟大家也聊过嘛，就是我们其实最早就是我们从成立第一天开始的时候，21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就是每一个模态我们都要去专注，我们都要去就是 all in。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天就 day one 的时候，我们搭团队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文本还有视觉，就是当时应该还算是以image 为主，当时那个时候21年其实还没有视频嘛，所以其实我们从第一天搭团队的时候，我们就分别有文本团队和我们的语音团队，还有以及我们的视觉团队。所以那个我们成立第一天就开始就专注在这几个模态的技术上，因为其实呢，本身其实世界就是一个多模态的，语言只是人类和智能理解世界的其中的一种方式。然后那当然还有影像、视觉和声音，它其实也是感知的一个主要的载体之一嘛。我们的认知其实并不能只是靠文字或者图像这种单一的一个模态，而是综合视觉、听觉、语言，甚至可能未来还会有动作和触觉。那其实，如果要是模拟人类智能的话，AI 也必须具备对世界这个多个模态的一个理解的能力。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第一款产品 Glow，它其实呢是证明了，文字是可以具备互动式的表达，就是一个 interactive 的一个 AI 的一个能力。但是呢，这个其实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觉得看到了用户在文字之外呢，有了更多的期待和需求，就是比如说能不能创造一些故事，能不能有，比如说 role play。能不能产生画面，能不能进行语音的对话。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呢，文本是入口，但多模态呢才是整个 AI 真正的一个创造力。我这边再延展一下，就是如果从技术角度来说呢，我们相信啊，多模态的 AI 是能解决更复杂的任务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单一的模态的模型呢，一般只能完成独立的一个任务，就比如说聊天、图像识别或者语音识别。但现实世界中，就是我们人类每天所处的交互的现实世界中呢，其实它是有很多任务，它是需要跨越很多模态一起去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需要阅读文字加理解图表，才能去分析财务的报表。然后包括比如我们需要理解一个视频中的情绪的变化，那也需要同时去处理背后的图像、声音，还有一些语义。
那么其实从业务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首先啊，这几个模态它是没有一个国籍界限的，就是我们可以对美的定义不一样，但是这里面绝对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隔阂或者壁垒，就不存在说，比如说香港的审美在大陆是不被接受的。那我们大家其实包括我自己也从小是看 TVB 跟香港电影长大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就是美是没有界限的。然后包括我们作为用户来说呢，其实也并不只是打字或者只是发出一个图片的指令。而是要更自然的混合使用，比如说图片、语音、文字，还有视频去表达我们的需求。那再结合现实场景中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就是给 TikTok 的电商客户发一张图片，跟他说我想要这个类风格的设计。然后或者短视频的内容创作者，他会跟 AI 说，帮我生成是怎么样的一个封面跟文案。然后那更多，比如说在医疗啊、建筑，包括一些制造业这种非常专业的场景里面呢，语言的描述那其实远远不如图像或者影像更直观。所以其实就是结合技术，还有整个真的实际业务，就是实际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来说，我们都觉得，我们都坚信，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坚信多模态是需要，就是多模态 AI 就是可能是 AGI，就是artificial general，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然后可能甚至也是终局。嗯，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在不同场合有说过这个点，就是多模态能力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其实很多模型它首先第一个是理解文字，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 AIGC 创作的时候，面对的一个痛点就是我输入了一个指令，输入了一个 prompt，但是它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会很多时候它会理解错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也会就是把我们表达的东西就用一种我们没有想过的方法来去奇奇怪怪的展现，所以这个语音模型也好，然后那个图像模型也好，甚至是现在的影片模型也好，如果缺乏了这个对于指令的控制度，其实确实是在商用领域是特别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说AI 就是帮我很简单的去生成，然后就一二三就生成了，也不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也是给如果没有太上手经验的朋友也多一个说明。但是这个我们知道就是 Minimax 在不同的模型上架之后，其实也是受很多界别的朋友欢迎，就是包括是艺术界、电影界，然后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应用。你这边之前在海外去分享的话，你有看过有什么比较多的创作，就比较有趣的一些创作应用场景吗？可以给我们对，我这边其实有分享一下。非常多，对，对对对。很多很多，对，像其实刚才这些问题都很好，我给大家分享，比如说，先分享一个我们海螺最早出圈，就是当时去年9月份我们刚上线第一天就立刻火爆海外的一条片子，这一条其实当时很多好莱坞的制作人和导演看到，他们其实都还蛮震惊的，就觉得就是。AI 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它其实只有6秒嘛，怎么能在6秒的时间内就有展现出来如此生动且变化的情绪表现？就其实，在很多场，它这表现力其实超越了很多真实的演员。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在这6秒内，他其实从开心，就是从大笑，然后到掩面哭泣，然后整个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转化，然后且他展示的表现的非常的真实。然后那整个的那个自然语言指令呢，就是我们就是下面其实就是一个2行的一个 prompt，就很简单的自然语言，它也没有一个复杂的代码去背后去写它，其实就是完全靠人来去用非常大家都能听懂的自然语言，然后来去写这么一段非常直白的自然语言指令。嗯，但是现在其实工具也很多，模型也很多嘛。但是我们在这个选择方面，我们是可以怎么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判断，去选择他们自己的工具了，就生成这些高质量的视频呢？现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现在参加这个活动的创作者就很想知道的一个东西，因为工具实在太多了。明白，这问题非常好啊，尤其是现在确实有很多，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工具。那我觉得从新手来说，就是如果大家是从 AI 小白来去入门的话，
我会就是可能会从3个角度来去衡量和建议吧。我觉得第一个是使用的门槛，那就是到底这个操作上手的难易程度，它是否是比较简单，就能让我去上手去操作，并且去实现我想要的想法。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所谓它的复杂度是使用的门槛。第二呢，我觉得它就是它是的实际的效果，这个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嘛，所有用户都会非常在意的，最终生成的效果好不好，其实决定了到底大家会不会想要去用它。就如果你可能写了非常好的 prompt，大家生成的指令并没有遵循你的 prompt，那其实说明它的效果并没有很好，大家其实也不会去使用它。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会认为是就是回到现实角度来说，那就是真的是实际的一个金钱成本跟价格，那就是包括其实就是从成本考虑嘛，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不是一次那个 prompt 就能达到我的满意的一个生成结果，还是我需要试用很多很多次？那这个里面的成本它其实也都是累积和要去叠加的，都是需要这3个维度，我觉得是需要就是可能我会建议大家去先去考虑的。那好上手呢，其实就意味着你可以很快速的进行很多的操作跟试错，你只有不断的去尝试，你才有你自己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 preference。然后那包括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没有很高的一个学习成本嘛，因为大家的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时间，我们自己的时间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最贵的嘛。然后当然其实工具呢也不是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越新就越好，而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一个创作或者开发的流程，然后能让自己去长期的一个去驾驭它和使用它，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嗯，但是这个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个就痛点吧，就是他们怎么去设计这个 prompt，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难上手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们也经常在不同场合也会说，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 AI 生成的质量，其实 prompt 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我要很高质量去生成一个 prompt，但是又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始写这个，你这边会觉得他们是不是需要我要就是花很多时间去学怎么去生成这个 prompt 的这个才能做好这件事呢？你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如果是1年前或者1年半前，我可能会说，对，其实 prompt engineering 它甚至是一个就是工作，就是很多 job market 大家会去招 prompt engineer，就是叫做提示词工程师。那其实到现在技术已经迭代到现在这个状态呢，其实我们觉得其实甚至可能在 Minimax 所有的产品上，你是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学习去怎么写 prompt，大家其实就是完全可以用非常自然的自然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人说的话，然后来去给它下达指令的。呃，其实包括最早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背，我自己他其实我自己其实不是技术背景嘛，我最早的时候，其实1、2年前、2、3年前，我自己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prompt 的。但那个，因为其实现在技术迭代的很快嘛，到现在这一步，到今天的话，其实不，大家已经不需要再去学习 prompt 工程了。包括其实我们在海螺视频上呢，也是有，包括我们海螺视频或者我们的 Minimax Audio，甚至可能我们的 Minimax Chat，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预设的模板和指令的提示，而不是然后去激发大家的想象力跟创作空间。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那个海螺视频里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提示词的一个就是预设，然后来去给你一些引导。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不断的去 recreate，就是优化你的创作，而不是重新零到一去写一段 prompt。我包括其实我个人的话，我一般也会用很多的 chat 工具，然后来去辅助生成我的 prompt，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永远都有灵感，我有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个非常就是非常 general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它细化，我会让 AI 去帮助我去生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线。所以其实我这边我会跟大家说，就是其实我们还蛮幸运的，就是现在的技术其实都已经还比较先进，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被 prompt 吓到，就是不要觉得创作一定要一开始就很完美。那其实Minimax 全线产品中，你基本上包括现在其实所有的产品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只需要把你脑海中的想法讲出来就可以了。我觉得所有的 AI 都可以帮你生成一个基础的版本，然后你再去用你的自然语言去慢慢的给它进行修改就可以了。我们的目标其实也不是让大家去会写 prompt，而是让大家通过 prompt，让大家去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开发者和创作者，就是实现你自己的想要的，就是作品。当然，其实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生成一次，如果效果不好就放弃啊。一般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一般生成可能3到5组的输出里面，总会有一些比较惊喜的版本。
对，就是其实这个prom 这个，其实在现在不同的模型里面，其实也在不断的用户友好吧，就是不断的去优化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除了 prom 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点，对于很多新手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去入门的。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单纯是生成一个视频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很多创作者或者是我要把这个影片变成一个商用的一个场景，比方说我要这个模特拿着这个产品从这个场景跑到另外一个场景，其实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点，就是它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这个视觉元素。我知道 Minimax 最近也就推了一个新的模型出来，去协助用户来去解决这个一致性的问题。这个我们这边能看到一些就 Minimax 的实际的案例场景吗？对，这个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模型，叫做 Subject Reference，就是 Subject to Video。然后那其实就只是我们通过我们技术的一个创新，然后实现了只是用一张个人的单独照片，就可能只是你需要一张你的正脸照片，你就可以保持生成你所相关的基于你的人脸相关的所有的影片。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案例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我用了 Trump 的一张照片，然后写了就非常简单的那个 prompt，然后就让他进了监狱。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真实，包括他的表情、他的所有的姿态，然后哎，稍等，对这一张。然后包括其实我还用了，这是我上一次在那个Vancouver Film School 和他们教授的一次交流中，给他们教授现场做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就是用他的左上角有他的照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 create 了一个就是60年代的一个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餐厅的电影场景。然后所有的那个我按照就是我写，包括我描述的他的，比如说戴了红色的帽子，然后背景是下雨，然后外面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蓝色的灯光，然后还有一些倒影。然后我会希望这个 prompt focus 在他人物的表情上，那它其实最后的呈现效果其实也非常的真实，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表情的细节和就是包括背景的人物，然后以及这两个人互动的细节。对，这些现在的模型，其实确实这个一致性什么的，都已经做得特别好。但是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就实际的商用场景，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其实现在来参加也是抱着一个我可能是一个做商业背景，或者是我是从一个是一个设计小白，我是怎么可以用到这些东西来去干一些，比方说是我一些副业，或者是甚至是我可以做一些我自己脑子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想要把它影像化，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就是商用化的一些案例，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有很多其实，像现在其实我那个我随便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我拿几个我们海外的，就是专门做就是他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完全用 AI 来去做自己的 film studio，就是相当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studio。以前其实这件事情在好莱坞是不敢想象的，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拍摄，然后以及就是后期制作的成本有多高。那现在其实有了 AI 之后呢，很多人他都是一个人来去做一个 studio。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 showcase 吧。然后这个第一个场景，我现在准备播放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就是大型，就可能好莱坞那种就是打斗场景，包括是有很多就是需要很多的后期，因为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场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爆破场景，包括就是专业打斗场景，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包括就是可能外星人啊、恐龙这种传统制作里面会非常非常消耗成本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传统好莱坞可能是需要至少制作大概，我觉得应该是按照几周以上时间起，然后成本至少是几万美金。但这一条片子其实基本上就是它是拿就是每一条这样剪出来的嘛。其实花了很短的时间，基本上我觉得可能一周内吧，基于他的兴趣，然后这样来去做。这个人他现在其实他就是在不断的去接很多的商单，就是给很多比如说可口可乐、麦当劳比较先锋的一些广告公司、一些公司，然后来去做 AI 相关的一些广告。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AI 的广告已经和就是可能实际拍摄广告或者是后期制作广告没有特别多的肉眼的差距，所以其实很多甲方也没有很在意，就是这个内容是不是 AI 产生的。我再给大家看一条，就是我们一位日本的创作者，他自己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因为自己做音乐的 MV，就是 music video 成本是比较高的嘛，所以他其实也是用了AI 视频工具，然后给他自己的一首歌做了一个音乐的 MV。那这个里面的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在于，就是里面所有的文字都非常的真实，就是其实以前的 AI 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来去模拟这种非常写实的文字状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每一条内容，它的文字呈现都非常的好。Dancing under the stars, one world, one heart, no matter who we are. Lines we draw only tear us apart, but the truth is clear if we look in our hearts. Open voices calling in the dark, we've been fighting too long, forgetting who we are. Love's a flame, it won't burn out. And light the way, hear the world shout. No more pain, no more tears. Let's rewrite the story here. One by one, build the bridge. A world united, let's begin. No war, just love. Feel the beat, every heart. Now and never apart. Your name, just me. Not to me. One step forward, break destiny. You'll heal. 传统的音乐人其实是，如果要是想要做音乐视频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团队，因为正常音乐人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这种视觉团队去给他们做这样的内容的。这条其实也是花他可能不到整个从音乐到最后这样一个成片制作，大概也花了不到可能1个月的时间。但他这个主题是反战的嘛，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 peace 啊，然后 no war 这样的一些文字都可以通过 AI 很好的表现出来，就不再需要去用传统的 CG 的技术去渲染。然后还有更多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像大家如果要是用 TikTok 或者 Ins 比较多的话，大家可能能看到，经常会有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 AI 的一些 memes 和 reels，这个其实现在也是很 trending 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靠比较搞笑的一些 AI 视频，然后来去给自己增加一些 views 和 follower。这个我节选一个比较就 TikTok 上之前比较火的一条视频。就是除了专业场景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短视频的创作者在用 AI 视频去制作很多热门的一些视频。这种内容一般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产出也很快，然后创意效果呢，其实也会很容易很 trending 很出圈。像这个就是泰坦尼克号嘛，You Jump，经典的 You Jump，I don't jump。这个其实我们最近也看的很多，因为现在毕竟模型进步是越来越快。然后我们最近其实也有一个小尝试，在不同的就是物料里面，就是做一些就是 AI 广告的一些新的小试点吧。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 AI 都能就是展现的画面特别好的话，那我们就是作为创作者的话，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所以呢，其实这个也带到一个我们之后的一个活动里面的预告，因为我们呢其实跟 Minimax 大概是现在是6月，我们大概是会在7月左右会有一个就是 Hackathon， 因为 Hackathon 这个东西呢，其实其实不光是第一次制作的 Minimax 的话，在我们这边香港的话Hackathon 在创作类的 Hackathon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会就是
参考一下那个 Minimax 之前在比方说 NYU 那边的案例，来去邀请不同的参加者去用他们的创意来去生成一些我们就是推的一些影片，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评委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路线，让不管是开发者也好，或者是创作者也好，也可以用到 Minimax 的工具来去一起进行创作。这个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站已经出来了，但是那 Lina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比赛的一个赛制吗？我找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你可以投屏吗？或者我先跟大家介绍之前的 NYU 的活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海螺呢和美国纽约大学的电影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全美最好的艺术院校之一，然后进行了一场官方的这样的一个 film 的 hackathon，就 film competition。然后当时呢是只有24小时一天的时间内，然后所有的参赛者基本都是第一次使用 AI，或者就是 AI 的小白、AI 新手。然后当时我们给了一个特定的主题，然后让大家根据不同的就是 category，然后让大家来去进行创作。我们当时有评选，比如说最佳实验奖、最佳音乐视频奖，然后还有最佳的比如说使用 AI 奖。最佳的可能技术创新奖，然后大家其实可以我会播放一下我们当时的获奖作品的一些节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这样的工具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普适，就所有人都可以用，然后且都基本上可以用它，然后来做出非常创新的作品。Isn't real. It glitched. It moved like a broken NPC. This has to be a simulation. Endless hallways, buzzing lights, that rot smell. Like some sick bastard built a nightmare and lost the damn exit. Oh my god. This is so filthy. Wake up. This can't be all there is. But what if it is? For whoever finds this video, I want to leave a record of what I've achieved. I've been working with pyramids for years, and I finally perfected and designed a model with a quantum interior capable of taking me through many worlds. What I have seen is unspeakable and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any human who hasn't experienced it firsthand.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大概有2000名学生，就是全世界大概有2000人报名，然后很多基本上都是学生，他们当时其实24小时之内创作的一个视频效果。我在这边其实也想跟大家就是share 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包括我和很多创作者他们的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吧，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把 AI 当成你的一个就是合伙人，而不是把它当成就是你的威胁。就是我们要经常，因为其实AI 的很多的时候，它的不可预测性，其实反而是创意的一个催化剂。就是我们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可以利用 AI 的不可控性，然后加上我们一些人为的干预，然后进行很多内容的创新的。我给大家这边也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纯用文字指令生成视频的一条6秒的视频，
然后镜头由远及近，然后那个蝙蝠侠从迷雾中显现出来，然后背景有很多的蝙蝠。那大家其实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意外之喜，就是蝙蝠侠穿着超人的衣服。这个在传统的可能我们真实世界中，大家可能很少会去这样创作，但它确实就是 AI 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创作的一个不可预测性，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人为干预说你需要让蝙蝠侠穿着超人的衣服，那他确实穿成了超人的衣服。就是很多时候往往有很多这种就是不可预测性，然后反而让你的创意就是更 creative，让你的创作其实更就是更好玩、更有趣，就是更意想不到。对，这个那那个哎，我们来对对，你 share 一下那个我们的 hackathon 吧。对，我们这边其实刚刚就也看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形式的一个影片，所以呢，其实不管大家脑子里面会有什么想法，只要你是啊、愿意去用这个东西来去实现一些你的idea 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就实际就是真的是言出法随，就是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做梦到什么，都可以用一个影片的方式来去给它呈现。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 hackathon 呢，其实也会真的像有点像电影的一个方向来去做，就是会分开好几个，比如说是视觉效果，或者是有实验精神，或者是就是技术创新，或者是广告影片，这个也是会包括在我们这个hackathon 里面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不是创作者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这边呢除了创作者的通道之外，也会开了一个叫开发者通道。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是有开发背景的话，也很欢迎就是用 Minimax 的工具来去做这个开发。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就是因为 Minimax 的关系也的原因啦，就是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拉到一些不同界别的投资人，去按着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工具来去给出一个评分，甚至是可以拉上你的投资去做这个。透过这个 hackathon 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实际落地的东西。然后呢，所以呢，今天的内容呢就是非常丰富。然后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就除了这个 hackathon 之外呢，也可以就是扫一下这个码，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 Q&A 的时间，然后就让大家可以就是直接我们就是跟Lina有点就是关于 AIGC 方面的互动。如果大家有一些比方说 AIGC 怎么变现啊，或者是 AIGC 在海外怎么去推广，在海外有什么案例的话，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这个我们实际在那个聊天对话框里面，我们就一起去讨论一下。对，然后呢，同时我们这边呢也会送出一些我们的教程的优惠，然后大家如果对于 AI 的有些不同的难点或者是卡点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就是小问卷去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这边也会联系大家，给大家去就着大家的一些用 AI 方面的痛点来去做一个分享。对，所以呢，现在就先开放这个问题给大家去问，大家可以在聊天窗里面去输入你的问题。然后呢，同步的话，大家在输入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在开始之前也也问了大家一些对于主题的一些疑问，我们也可以先就看着来去回应一下。我看到 Oscar 之前有问如何有效的把 AI 跟自己的工作联系，把 AI 跟自己的兴趣就是用到我们自己兴趣里面去。这个 Lina，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就是 AI 的新手会经常有的这个疑问，就是在开始用 AI 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工具也好，就总是会觉得这个模型很厉害，这个工具很厉害，但是我不知道实际的应用应该是可以怎么用的。Lina，这个你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建议吗？对于他们这些新手来说？我对所有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团队，可能所有的我们，包括我们公司所有新入职的同事，我们大家都会说，就是所有的产品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
可能因为现在每天其实要学习的知识非常多嘛，包括 AI 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就是如果你与其一直在学习，不如直接上手。就是我会建议所有人都先上手用，就是你只有用它，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能不能用，以及你会想要怎么用，这个才会就是不断一定要自己上手尝试，然后去不断拓宽所谓它的使用的界限，然后才能知道 OK 它的提升空间是什么，然后我能怎么去 improve 它。然后我正好可以想举一个，就是我们 audio 语音这边的一个案例。其实很多需求都是通过技术产生之后，大家才应运而生的。就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粤语的语音能力，其实它已经全线接入了我们的香港的那个巴士地报，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诶，我这边今能年四月投屏吗？15我这边可以投屏吗？对，可以。號係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亦係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週年。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接受專訪嘅時候，回顧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過程，感受甚深，直言冇國安法，香港後就是很多其实语音的需求，像很多的配音啊，然后包括有声书，它其实都是在随着技术提升之后，慢慢这些需求才相对应的产生的。我刚刚正好也看到有人在评论区里面问，就是我们的语音现在是有不同的 emotion，未来会不会增加 emotion？会，就是你这边的 emotion 应该是指情绪，对吧？人物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悲伤、生气、激动，或者比如说平淡、中立，这个我们都是现在持续都会有。我其实也还是可以给一些案例啊，包括现在可能我们随便的一个就是粤语的一个 case，西红柿炒鸡蛋相关的一个 case，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蛋液落鑊，炒到金金香香，好似朵朵雲咁鬆化。番茄出晒汁，哇，酸酸甜甜咁啱好，一炒起，成個廚房都係煙火味。呢一碟番茄炒蛋唔係咩高級菜，但係就係最有屋企味嗰種，食落一啖好似翻咗細個咁，暖粒粒啊！就是你是可以调整，就如果你对很多它的细节不满意的话，你是可以微调它的一些风格、情绪，还有它的情绪语速，这个其实都可以做调试。哎，这个应该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看到Chen 问 Minimax 的旗舰产品是海螺是吗？就是如果新接触的话，有没有哪个产品更好，可以体验到你们的 AI 的模型？就除了海螺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就是新的。明白，看你想要接触什么样的 AI。我觉得如果想要是比如说 AI 音乐的话，那你可以用我们的海螺Music，就是 Minimax Music。这个我们其实这个月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版本的一个更新。如果你是想做 agent，比如说因为现在其实 AI agent 这个概念很火嘛，就相当于是你自己的一个 AI 小助理，然后包括你可以拿它去做一个网页、做一个游戏，或者做一些比如说什么类似飞行出行任务的一些指令，它都是可以实现的。那用我们的 agent 也是可以来去操作。然后如果想要做视频的话，那海螺视频肯定是可以。那如果包括其实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如说类似情感陪伴或者一些交互，就是和 AI 更多深层的一些羁绊和交流，就 interaction 的话，那其实我们的星野或者 Talkie 类似这种 Chatbot 这种产品也是完全可以体验的。就是我们其实基本上所有模态，除了现在可能嗅觉和那个触觉之外没有办法实现，基本上人类的几大感知，我们都是可以满足的。嗯。哎，我这边还看到一个就是 Ryan 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中间有说过，就是现在有用 AI 做广告，用 AI 做电影，然后他问的问题是还有什么方法，就是很现实啊，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用 AIGC 来去盈利？因为确实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创作越来越的门槛越来越低。然后我们在作为一个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技术、不会剪辑的人，现在 AIGC 已经给普通人也有一个就是入场券吧，就是可以用来去做一些事情。你觉得就是你看过用不管是海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AI 工具也好，他们一些就是盈利变现的方法会有什么就是比较有趣的案例可以分享吗？
其实真的还就是现在用 AI，因为大家首先AI，大家把 AI 当成是你的工具，是你的合伙人，就是你的好伴侣、好伙伴，然后让他去跟你一起共同生产，共同就是提效，降本增效嘛。那这个降的本其实就是你重复的一些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本然后那其实很多相关的就是你可以把 AI 当成是你的，比如说你的10个员工或者5个员工来去对待。那其实你想做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例子啊，最近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 Audio，因为其实目前在亚洲语系的表现力都是最好的嘛，其实没有之一。包括粤语，大家也可以感受到。然后我们很多像泰国啊，然后印尼，然后包括可能一些就是东南亚的其他的一些，包括可能日韩，很多这样的一些小语种的用户，他们在用我们的语音能力，然后给他们的内容进行配音，就是比如说类似短视频的解说。大家如果经常看 TikTok 或者 YouTube，可能看到很多内容的有很多背后的一个背景的 dubbing 解说。然后这种他们会有很多有一部分就是小业主，他们会拿这些他们自己的电商内容，然后通过 AI 配音，然后来去售卖自己的产品做电商。这个在 TT 上或者包括国内可能抖音上的那个商业路径，它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很多这样的需求现在都非常多，因为相当于其实这些内容创作者和这些业主，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去人工去配音去解说到底这个商品是什么，价格是怎么样的，而是通过 AI 可以直接实现，所以其实他们省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成本也低了很多。这是最近我们在很多就是小语种区的一个发现。然后当然很多就是其实比较偏专业的一些创作啊，那很多 AI film studio 他们其实现在在逐渐就是在用 AI 和人工一起来去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混合工作模式，然后来去生产更多很多很高质量的影片。像很多可能传统好莱坞需要，比如说高额成本和很久时间，那种比如说那种爆破场景、太空场景，一般人其实没有办法上太空，对不对？然后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爆破场景，就爆炸。然后像现在可能那个很多《速度与激情》，很多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追逐，然后都是可以通过 AI 很简单就可以实现。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创作者和就开发者，他们在用 AI，然后来去结合去做很多的产出。最简单最直观的，其实拿海螺视频来说，很多人会拿它去给甲方去 deliver 广告片。还有一些电商，就包括很多小就是个人业主，他们会拿 AI 去做自己的商品的这样的一个解说跟内容制作。嗯，对，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往这方向去尝试。好，我看到那个 Tom Young 有问，就是如果选 Auto Emotion 的话，每一次说话都会不一样，有时候说话会拖延，比较难掌握。有没有方法去调整细节，去调到自己想要的说话方式？这个，这个对这个细节，其实你的情绪啊、语调，包括可能有些词你觉得他没有说的很准，你都是可以在你的工作台直接去调试的，这个都是可以操作的。对，然后对，这个我们自己的实际案例就是，我们会把一些，比方说是感叹词、感叹号，就是如果是我们想要它的问题是一个问句的话，也会把这个问号就是连续打几次，这个也是我们试到一个小技巧，这个也可以分享一下。好，海螺能生成多高的 resolution？海螺影片现在 AI 影片的 resolution 是个限制，如果要高一点 resolution 是可以有什么方法？对，我们现在当前呢是720P，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月6月份的话，我们整个全系列模型都会有一些升级。那海螺 V602呢也会有新版本，我们在那个 resolution 上会有一定的提升。当然就是很多人可能我们会有我们当前是原生的720P 啊，就是你不需要再去其他地方再去渲染，就已经是。本身视频就有720、720P，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具体多少可能得是等到时候 announce 的时候大家才知道。然后那很多如果大家想要更高清，比如说1080P 或者4K 的话，现在有非常多很成熟的就是渲染的就帮大家去 upscale 的这样的一些软件和产品，就是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的用户在我们这边生成视频之后，再去其他的产品上去 upscale。这个我们也会有这样子做法。好，然后两个问题有点像哈，就是 Henry 跟那个谢 King Lee 就是问的问题也是有点像，就是如果想要做比较长的影片，自己去拼接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刚刚说的一致性这个问题会有点像，就是我们怎么去把一个短的影片变成个长的影片，这个的应该是从风格参考这边是可以做到的，我记得是。对，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其实通过一些指令也是可以的。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就是会把一些因为很多现在的模型都是图生影片嘛，所以就我们首先把那个图的一个风格、一个用的色调，然后一些角度或者是一些角色的描述，都会把它就是叫 AI 把它描述一遍，然后再去按着这个东西来去做生成，这个也是一种小的方法。好，我看到还有人说我们会有 AI 人，是不是就是 AI avatar？对，这 AI avatar 这个也是一对，个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啊，就是another little secret，就是我们其实2021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Meta 还在做元宇宙，就 Metaverse，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 Avatar 还有 Metaverse 概念很火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考虑过，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AIGC，就是 AI 还没有办法for generation，我们当时其实有考虑过那个 Avatar 的形式，然后这也是其实是我们很多的做现在很多事情的一个起点，但它就 AI Avatar 它。目前我们不会把它产品化，因为现在很多形态其实大家也能看到很多产品在做 AI avatar，它背后其实接入的也是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语音技术或者我们的视频技术或者我们的文本技术都有在接。对，我们自己不会单独去做 AI avatar 的产品，但是就是我们会给 AI avatar 产品提供技术支持。对，这个确实很多，就开发的人会用到海螺的技术来做对，很多不同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时间关系，我们再问多几个问题吧，2、3个问题吧。然后我看到那个 Andis 有问到，就是 OpenAI 的 Sora 已经看到影片生成的潜力，然后中国的企业就会相对来说感觉好像是慢一点。Minimax 如何透过自主技术差异化建立壁垒？这个，我们中间好像有提过，但是我觉得可以交给 Lina 再去说明一下。就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香港吧，就可能因为香港是介于两边中间，用海外的也需要用 VPN，用国内的又好像需要实名登记的一个认证才能使用，所以其实现在有点是卡在中间，就是对两边都是到底选哪一边呢？可能会有点不知道怎么选。这个 Lina 可以就再展开说一下这个。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首先坦白说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存在可能像很多年前，美国就是绝对好，中国就是可能一直在后面追赶。现在其实这一代 AI 已经没有这个状态了。其实世界的格局就是所谓的竞争格局，基本上就是我们跟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没有明显的差距，就基本上我们不存在我们是落后状态，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可能是在一起这样往前跑这样的状态。OpenAI 它也依然没有到。所谓的 AGI 的终局，我们也没有，所以其实目前现在世界上就是可能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公司，它有很多就是目前可能是最有竞争力的 AI 产品、AI 技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我比较相对比较自信的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没有就是那个 fall behind 的，大家其实都是一直在往前走的路上。然后 OpenAI 确实做得很好，包括他们也是可能是世界第一家就是做所有模态的这样的技术跟产品的公司。然后我们算是可能是亚洲第一家，然后我们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是一直专注在各个模态里面，然后我们会持续提升。我们接下来包括其实我们作为创业公司来说，我们内部的迭代速度也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自己的产品跟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所以我们整体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会说它其实是用竞速跑的状态，然后来去跑马拉松。它还是一个就是它今天也没有到终局，我们可能还要更期待未来的可能5年10年，然后再去看这样的发展。然后但当然啊，就是那个模型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只有它的生成内容是好的，大家才会想要去用。这个其实这一代 AI 产品就是只有你好用，用户才会买你的账，它其实跟国家也没有关系，甚至可能到最后可能跟价格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当你绝对好的时候，价格其实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很多人的疑惑。好，
然后我们最后2个问题吧。然后 Talk 问这个跟创作有点关系，就是现在 AI 的影像就是越来越发展嘛，就不管是中国、美国也好，就是也是不断的发展。然后每个人都能创作出专业级的视觉内容的时候，我们作为影像创作者的价值应该放在哪里？这个应该 Lina 有接触很多不同国家的创作者，你跟他们的接触里面，你会觉得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个事情的？因为这个其实不管是广告也好，或者是真的是影像或者是电影创作也好，就是确实 AI 的出现会让这个时代的创作方式会变得很不一样。你跟他们的交往里面，你看到他们是怎么可以看这个问题的？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去年或前年，大家可能刚接触 AI 或者 AI 生图、AI 生视频的时候，很多人会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可能会觉得就是 AI 会替代我们，替代创造力。包括其实好莱坞去年其实大规模的反 AI 的，但到今年其实更多的人开始用 AI，包括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家会逐渐很多比相对先锋一些的，就是拥抱 AI 的人，他们会把 AI 当成自己的工具，就所谓的 AI 把 AI 当成自己的合伙人。他们会开始逐渐发现 AI 是可以就是降本增效。那我刚才也其实有提到过，降了这个本其实就是重复的劳动力，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就是比较无意义的重复性的劳动工作，它其实都是可以通过 AI 去省掉的。那这一部分的时间留给大家，其实是去做创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也会就是因为 AI 有很多不可预测性嘛，就其实它会是很好的一个创意的催化剂。我们大家其实要善用 AI，然后用 AI，然后让自己的内容更富有创造力。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会通过 AI 的所谓的就是 AI 会有很多的意外之喜给到大家，然后会给大家的创作其实平添许多的趣味。然后包括其实今年可以看到，今年那个好莱坞他们奥斯卡他们也开始接受，就是有 AI 的介入的内容是可以参选奥斯卡的。这个其实能看到整个的态度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我们相信，其实未来，但现在其实依然还是一个模型能力还没有那么的适用到能替代所有的大的场景，依然还是需要人类跟大家一起来去协作，和 AI 一起协作嘛。所以就是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拓宽技术的边界，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创内容。这个其实会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觉得 AI 是替代大家的原创性或创意，其实是帮助大家、辅助大家，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可能我们没办法想象到的所谓的创意的催化剂。对。好，我们刚刚Tom 让我们就再补一个吧，就是新一个版本的 Minimax 会大概什么时候出来？就大家应该也会很期待这个新一个版本的 Minimax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重点的更新？这个目前好，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感谢大家关注那个 Minimax 的语音。然后我们现在语音的技术就是模型的话，现在是02版本，然后应该是我们2个月前一两个月前刚更新过。然后短时间内呢，02到03之间，它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确实每一天都在训练我们的模型，它其实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大家可能日常不会完全感知到，但是它确实从底层在去做提升。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语音相关的一些功能上的一些更新，就这个月陆续都会上。对，好，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个 On Chain 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AIGC 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确实也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就是模型就是越来越多。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行业，就是已经就是从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一个代表，你觉得 AIGC 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从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大家都有非常高质量的问题的提问。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像上次，其实上周我们也有在聊。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为 AI 比较难的是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些理解。就比如说我拿海螺举个例子啊，就是海螺视频里面，大家其实很多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会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一些物理问题，就比如说大象和蚂蚁做那个平衡木，然后让 AI 去做这样的视频。AI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大象跟蚂蚁的重量，然后去在平衡就是跷跷板上，他们可能会让蚂蚁甚至可能展现出来是蚂蚁是比大象重的。
的。这种很多，包括很多时候可能对一些文化的理解，就可能一段，你像比如说 Viu 现在其实它也有出那个声效，就是那个一段视频出来配音效嘛。很多时候它其实底层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层面的理解，其实 AI 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其实我们未来会觉得，就是 AI 它是对物理世界的理解是一个比较，是目前公认的一个难点之一。然后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技术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是需要去做这样一部分的提升。其实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多模态的融合，因为你需要通过文本去理解语义，然后理解那个所有其实视频它背后也是文本，也是你的语义的理解，然后图文的一些互转，然后包括可能音视频的协同，这些它其实都是整个未来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一个趋势。然后包括其实从生成质量来说，然后包括以及可控性，可控性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一致性也好，还是整个你的对于 prompt following 的遵循，就你对你的指令的一个遵循度，然后包括你的可能的一些结构化的一些输出，它整个它都是一个底层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它都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这些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它其实都是它本质它其实都是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它本身的那个模型的能力，然后这些都是它是需要不断的去提升的。然后以及可能包括现在很多人会在意很多推理的问题嘛，就比如它的成本以及速度，这些其实从大模型到小模型，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更低的一些延迟，然后可能更多的包括安全性，然后以及可能本地化的一些部署，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电脑端，大家之后是比如说是在其他的一些载体上，手机端，甚至可能眼镜，对吧？耳机。然后未来其实都会有更多的一些软硬件的这样的一个软硬件的部署，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更多的一些就是推理、价格、成本很多很多的考量。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整个我说的比较多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从技术上和一些就是可能未来的一些就是软硬件上，它都会是一些逐渐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确实，我觉得就是未来来说，就是 AI 对于世界的理解会越来越强，然后我们人透过 AI 能够发现的世界的不同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再卖一次广告哈，就是我们最后，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报名参加这个这次的 Hackathon 的话，虽然我们实际的奖品跟那个评审还没出来，但是呢，就大家可以先就是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后续会把相关的资料推给大家，然后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也会有一些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所以呢，也希望可以在这个 Hackathon 里面见到大家。所以呢，今天也很感谢 Lina 今天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时间，好，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在 Discord 或任何我们官方的平台，然后来找我，我们会随时跟大家来去解决。好的，谢谢。感谢大家。那你是不是已经停掉了？哎哦，OK，好。